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好文哈。这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哈，一、二、三。第一张牌是力量牌哈，好，然后力量牌。来，第二张牌是太阳牌，太阳牌。好，第三张牌是审判牌。好，如果你需要看仔细的话，记得要按暂停哈。那这3张牌呢，给你一个提示哈。其实你不用靠第一个直觉来选啦哈。你如果想要感受一下你跟牌子的共振的话，你可以看久一点。如果你的目光一直很难离开某一张牌的话，那你跟它的共振就会比较强哈，你就可以选它，就可以选定它了哈。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一、二、三哈。如果已经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从1号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下一段恋情何时会来哈？他已经在走来的路上了嘛哈？我们今天来帮你捕捉一下你们2个的能量的趋势哈，跟时间的走向哈。来，先来看一下1号牌哈。好。先来抽一下，感觉一下。好，我来看一下哈。何时会来啊？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他已经直直的往你这边走来了哈。不过呢，我目前看到的是说哈，他现在正往你的朋友圈这里走来哈。不过我前面的这个我先放着讲，我先讲一下你这里哈。这里你这边有一个很快的强烈的讯号，告诉我说，你现在的心态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你脑子里还放了太多过往的情绪、过往的情感，你甚至对爱情有一点点的害怕，害怕会重蹈覆辙，害怕会有相同的故事会发生。但这个跟你想要期待一个新的恋情并不冲突，只是很多人啦哈。没办法让自己在情感上这么理智的去思考自己最内心的那个声音啦。通常都是要到了那个新的情感面在你面前出现了之后，你才会惊觉到说自己心里是没有准备好的。可是今天1号牌的朋友哈，选到1号的，我跟你说哈，你要审视一下你自己的心哦。选1号的朋友，我觉得你多少心里有一个旧的感觉都还没有准备好。我个人认为，是对于一个新恋情走来的人来讲，是有一点点的，不止一点点啦，有点不公平啦哈。但我也要公平一点的讲说，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啦、害怕啦、芥蒂啦哈，或是有一种用旧恋情来跟新恋情比较的这个心态都有啦。只是牌面今天提醒你一下哈。新恋情来的时候，你的这一个内心的某些小声音会被放大哈，它会带给你某些的害怕跟抗拒。好，我们回来主题哈。这个人呢，目前已经走进了你的朋友圈里。好，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哈，他已经走进了你的朋友圈里，然后他带了完整的能量来。我相信他会在一看到你的时候就对你有感觉哦。这份感觉包含了爱情的感觉哦，也包含了对你的好奇心，包含了对你的热情，同时会出现后，他近期进来的啦，那近期进来，因为我感觉到的是那一个路口最近才刚打开，很新很明亮哈。我相信他在某些情况已经穿越过来，在你的朋友圈里了哈。
好，我再来帮你看一下哈，再确定一下啦。这个朋友圈的范围大小、空间大小如何哈？但他也有可能会看出来是你已经见过他了哈。来，搬2张。我不认为你们见过了啦，我不认为你们见过了。我觉得你们还有段距离，哈，还在，就是说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圈，或是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你们两个很像还在对立面哦，还在一个对角，还很远哦，中间还隔着你的朋友，还有，就说如果一个城堡有东门、西门啦，哈，你可能在西门，他在东门啦，才刚进来，哦，那这个城堡的内圈，这个就可能是你们的朋友圈嘛，共同朋友圈或是共同认识的朋友，哈，然后可能你们两个最近你在西门，他在东门啦，哦，才刚进来，还没有，因为我这边看到的那个能量是还在慢慢的移动中，慢慢的移动中，慢慢的探索中，哈，他甚至还没有感觉到你的存在，哈，他。是因为能量的牵引，然后让你们来到同一个空间里哈。但是他甚至连在网络上都还没有看到你啦。哦，我觉得他还在很遥远的地方，还在慢慢的走来。我觉得他很像就在这个城堡范围里面，那个漫无目的的乱走，但是你也在这个城堡范围内漫无目的乱走，然后你们就要遇到了哈。所以，不过我必须说，他会。在你的朋友介绍里面认识的啦，或是一个饭局里，你只是去参加你的朋友的饭局，然后他也来，这个认识就会有特别的感觉，好，我这边我想翻的是第一次见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嘛，我刚看到他那边是啦，但我想要知道你的部分啦，还是一样他这个，等一下。这2张牌并没有告诉我刚的题目，但是又有在强调说，一定需要朋友介绍，所以就选了1号的牌的朋友，这个是靠朋友介绍，这个就在朋友圈的这个关系里面遇到的啦，就是朋友的朋友啦，如果你常看我的解牌的时候，这情况也蛮常出现的哈，因为情况本来就会有固定的那几样了哈。然后今天的你的这一个人的话是这个是要需要朋友的这个圈子哈。好，我是觉得他现在只走到就是说，如果你们相遇画个10等份吧，画个10等份，他现在可能才走到第3、第4区啦，就是说跟你相遇可能会有一个10等份的阶段，他现在可能只走到第3、第4、第3、第4中间，然后还在那边徘徊，还没有再往你这边直的往那边来，还没啦，他还在跟你的朋友在建立一种很多种各种关系啊，不是朋友关系，可能也是工作关系或是。他现在所在建立的一个朋友圈，只是在跟你的朋友在建立他那边的朋友圈，还没有你的出场时间还没到，所以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等一下啊。好，这里大概是这样。来，我来帮你翻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啊？好，首先呢，他的外表是蛮受人欢迎的啦哈，然后他人也不错他对人很有
情感哈，他跟人是很热心、很真心的在跟朋友交朋友的哈。然后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或各方面都是蛮有步骤的，想的比较远，哈。因为他周遭的人目前看起来，很多人对他的赞赏评价都蛮好的。哦，他目前翻这4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了哈。目前看起来他就是一个评价蛮好的人，无论工作上、人员上，甚至连外表上都还蛮好的哈。来，我来再帮你翻一下哈。有在翻的是他的有没有什么我没办法注意到的缺点哈？如果你可能会开始你跟他相处之后会比较在意的，可能会是他的朋友太多了哦，他的朋友太多了哈。然后你可能会有点小小的自卑哈，因为他好像有点棒，他有点在你的理想伴侣的范围内哈，而且甚至还有点能超越更多。然后呢，对于你来说，你比较难理解他哦，他感觉蛮神秘的，蛮多秘密的。我觉得你比较难理解他，而且你可能会觉得他好像喜欢，他有博爱的感觉，他其实有一点博爱的感觉。如果你真的跟他交往或是什么，当你发现你自己有点喜欢他的时候，你心里的不安全感会跑出来哦，因为我觉得你在遇到他的第一时间，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喜欢，而且各方面条件好像都蛮好的哈。对他现在，好，我来翻一下你们2个见面的时候的情况好了。因为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被某一种烟雾弹，就是说有一种彩色烟雾弹会打在你前面爆开，然后你会有一点点对这个人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他很好，你又喜欢，可是你又觉得他好像太好了，好像很多人也喜欢。然后你在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你会退缩，你会退缩。来，我来帮你看一下啦，你们2个的最早期的相处状况，能量。其实目前翻起来我一直都翻到能量很正确的牌，而且有一点太多赞美了，赞美这份关系，还是赞美这个人，我就让我有点模糊了，因为我实在蛮想看到一些缺点让我看到一些比较真实的面貌，可现在都是赞赏的讯号有点太多，好像是有点在认同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这个人是你第一次相处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第一次相处的时候，你的这个不安感还蛮大的啦就是他的各方面磁场、各方面个性、讲话谈吐，对你来讲都有点太过复杂了或是有点太高级了。我怎么说太高级了？就是你有点难以理解他的语言但是你又很喜欢然后你自己心里对于一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力，有自己的评断方式，然后在这个人身上太过复杂，你有点判断不出来，所以你心里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好像不适合，可是心里的直觉又告诉你说，其实你应该要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也不错。然后这个人就算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你也有一点茫然的，就是有点觉得不真实，因为他旁边刚刚前面说他看起来好像很受欢迎什么，你会心里就已经有一个问号，说这个人应该有很多人喜欢，不会喜欢我了这讯号也有，然后这个我一直都没讲，这个我等一下讲我目前看起来你们2个人接触的时候的能量蛮好的耶，没有任何阻碍耶，都给我一些比较大的牌，而且都是属于一种赞赏这个人的存在蛮好的。可是就是说，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在提醒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当下遇到他的话，你心里是浮动的，是不冷静的，是会有点危险的。主要的危险是你可能会误解，或是会美化这个人。他希望你遇到，我这边看到了，不一定要这个人哦。我觉得他突然有一个讯号，他不一定是指这个人，他好像在提醒你说，你近期多久，我等一下再帮你看。近期如果遇到有心动的人、外在的人、有点感觉的人，他都叫你，请你要停止一下，感受一下，去观察一下哈。他好像有在提醒我说，最近你可能会遇到你一见倾心的人，很快就会投入的人。然后女祭司牌这里一直在告诉我某些讯号，是请你要停一下，停着看清楚一下现在的感觉，而不是看清楚这个人哈。好，然后塔牌的话，我觉得，sorry，刚弄了一点声音。我觉得他跟我在女祭司这边得到的讯号是一样的。他好像有点怕你会陷入某种新的恋情里。恋情的好坏不知道，但是人是好的，只是他有点担心这一次新的恋情来的时候，投入的速度有点快。好，来，我来帮你翻一下这张牌后面的讯号是什么。好，他在告诉我说，你会听不到别人的意见。哦，我再给你多一点讯息。好，他这里除了我们刚刚预测的这个人要来之外，他有另外的讯息是告诉我说，即使这个人来之前，你好像也会有机会有新恋情，可是应该是说会有你可能会喜欢的人，但是你的朋友会告诉你可能先不要，但是你好像有点听不进去，所以女祭司牌在暗示的不一定是今天我们翻到的这一个已经进入你的朋友圈的这一个人，他好像也在提醒你近期会动心的人，但是好像不是很适合你的人，或是你需要先看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交往或再更进一步。这边有一个危险警告牌，主要发生的起点在于，当你开始感觉到自己有点昏了头的时候，那个警告讯息就响了哈，警告铃声就响了哈。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警告讯息是在警告人不好，反而是比较警告说投入的太快会让事情变得不好。这是目前看到的这个讯号。来，我帮你看一下新恋情近期发生的时间啦，时间点或是什么一个范围一个范围的话，我通常都是直接以6个月来加减来看它大概所有的范围，好吗？来，我翻一张牌来让我看一下它说的6个月是加减。这个，好，我先说，我等一下再翻下一张牌，确定我刚刚讲的，就是3个月内你可能会有一个机会，可能有喜欢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是我们刚刚前面翻的这个人。他的意思说，在这个人之前，可能会有你喜欢的人然后这个人比较符合我们刚刚所谓的你要冷静一下看的人来，我要翻的一个是这个人有机会成为是正缘，还是只是在提醒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恋爱这么快就投入进去有2张牌要抽好吧，那就2张牌都抽。我看一下是啊，这个的提醒比较像是，请你保持一下自己
掉入爱情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这边哈，自我约束力蛮重要的，哈。就近期最近一次哦，不要那么快投入就对了，后面会发生什么？说是这个人怎么样？好像没有说，好像这里的牌比较多的是在提醒你这个人哦，好像是。来，我再翻一个别的牌，我要想看到的是有没有牌子有没有任何提醒是关于我们刚前面说的那一个人，一开始讲的那个人，就是刚进了朋友圈了，然后已经进了你的朋友圈了，然后你一定会认识。那这个人的情况如何呢？哈，这个人跟你的关系的情况如何？哈，我翻这一个好了。有没有需要提醒的，还是就可以很自然的投入进去了？是不同的情况哈。希望你有听清楚哦，因为它好像有一点时间点或是人物角色的不同哦。如果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一个人，我们一开始先预测的那个人的话，他有在说，其实你们的关系本身会处于一种比较慢热的状态啦，因为你遇到他或什么的时候，两边都有一种自我武装的情况有发生，然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探索一下彼此心里在想什么。它有一点点讯号是在于说，你们两个遇到之前，两个人都会有一个对于自我价值认同的程度上的成长。哦，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到，你现在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或是对自我的价值的要求，可能或是认可度，或是确定的，你想要求到要多确定的这个感受还没有出来。可是他有在讲说，你在我们刚刚一开始预测那一个人刚进到你朋友范围内，这一个人要出来前，你会有一段进步的情况会慢慢发生，然后这个状况是趋向于你会比较想确定一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好，不知道他就是有这个讯号哈。然后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带了这样子的讯息，就是像两个穿盔甲的人遇到了啦，哈，都有点防备，都有点好奇，都想探索彼此。两个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初期好奇心之后，两个人就开始有感觉会往下认识，不一定是交往，就慢慢认识之后才有交往，会比较慢热，然后才会慢慢卸下武装之后，才探索内在心里真正的想法，然后还会确定对方在你的生活中这个出现对你的人生价值重不重要，然后可能才会进而有没有要交往，会有这个状况。这跟我们前面看到女祭司牌叫你要小心一下就掉入爱情，我觉得从这个相较比起来，我脑子里的分类是，你近期会遇到一个你突然会被引诱起来的人啦，会被引诱到的人，然后这个人，我再翻一张牌。他有一个讯号，这个人就一张牌让我确定一下，这个人把这个人不是正缘，他只是一个经历，你需要经历，你需要经验一下，哦，因为他可能好像比较像是一个考验，然后牌子希望你远离。他告诉我说，他不是你一个能够侵入情感的一个人。这一段哈，这个是一个需要经验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我目前看不到，没有看到。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多是你一厢情愿的哈，他也没有跟你表达或什么，可是你就突然有一点突然有一个爱情感、恋爱感突然跑出来，你平常可能没有那么浓烈的想要渴望爱情的，可是最近好像会遇到一个人让你有这么强大的冲动，然后这里必须告诉你说，这个要停止一下，这个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个哈。好。大概就整理出来是这样哈，来你可以期待，因为这里其实讲了蛮多，1号讲了蛮多蛮复杂的，而且还衍生出一个别的支线来哈。如果你没听楚，你可以再重听一下哈，因为这个整理我现在没办法马上就帮你整理一下归纳，可是我大概已经帮你分类是2个人，然后不同的走向。那你希望你能够听到重要的讯息哈，然后准备一下自己的心情跟态度了哈。
也不能说是态度啦，就准备一下这个旅程可能有很高的几率会发生哈。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兴奋的去敞开朗的心跟兴奋的心情去体会一下哈，好像也不错，好像也不错，你可以体会一下。记得哈，不要太快投入进去哦，很多事情都要记得交往跟确定关系是有一段距离的哦，可以花很多时间慢慢交往哈，然后等到很多东西都确定了之后再去确定一下关系，这样比较安全哈，比较爱自己，就这样咯，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下一段恋情何时会来？那个人已经在走过来的路上了吗？哈，来，我们现在来帮你抽一下整个你们两个人中间的能量的分布了哈，或是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看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捕捉到哈。好，先这样看一下哈。先 start judgment to wait the grace。说，首先我必须说，你们两边的能量并没有吻合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还在自己的世界里游荡中哈。他有在寻找他的爱情在哪里，然后你这边是处于一种耐心等待中，哦，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直接的连接，两边的能量太不同了，哦，太不同了，哦，但是我还是可以，这个只是一个能量的讯号了，我再帮你看一下两个人的空间位置哈，因为它有可能是已经在同一个空间上范围里跟各方面，我来帮你看一下，大概距离还有多远哈？我先帮你看一下距离还有多远，等一下再帮你看一下时间点哈。好，看一下这个来说的话。空间呢？这个的话，我需要另外一张牌来诠释。好，我就尽量不美化，我都老实说哈。目前看起来跟前面讲的一样，你们都还在自己的空间里，跟自己的世界里还在打转哈。两个人还没有任何交集的空间出来。所谓的还没有交集的空间，更像是说。还没有交集的朋友圈，还没有交集的工作圈，哦，也不是同一个学校的人，哦，也没有在同一个社区哈，都没有，还在自己的世界打转哈。这个人还离你还蛮远的哈。然后以这里来说哈，我必须说，他就说是能量不足，哈。虽然魔术师出来了哈。但是我目前所感觉到的，比如说因为魔术师他必须要4个能量都有齐了，他才可以展现一个。然后目前这个告诉我说，目前光是风的能量都还在初期形成状态，其他能量就先不说了，就是说还不够完善。所以你们两个要在目前讲空间了，在同一个区域范围里遇到的能量是还不够足的。还有一段时间才会遇到了哈。可以看一下，那我再帮你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翻了我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有时候很奇怪，它就是有个问题我想不出来，但是翻了之后就知道我心里的问题在问什么。等一下哈，帮你翻。水能心情上
都有在等待爱情，他有在寻找，你心情上也有在等待。可是你们两个的目前生活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宇宙没有办法找到能让你们两个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契机，还没有，他还没有找到，因为很多讯号都还在很初期，还在很弱小，能量都不够周全，而且它甚至有一点更替的状态哈，就是一下风一下水一下那个，都在一个很初期的交换状态，它还没有整个能量还没有选择好要用什么方式让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出现，都还没有到要遇见哦，在一个空间里出现，只能说有这个人，但是还在一个蛮远的地方，水能量。情感面的那个水能量，都还是只处于在你们内心里的澎湃，跟内心里的向往。哦，这个水能量一起出来时，我没有那个直觉觉得是连接到的。哦，没有。哦，好，空间上大概是这个，我来帮你抓一下时间上的哈。来，不要气馁啦，其实至少有个人啊。哦。时间上哈，我先问一个比较简单，就是时间上大概要多长时间，要多久时间会让你们至少在比较近的空间里至少会来到比较相近的空间里了哈。记得这个空间的概念哈，就是可能在同一个区域、同一个上班空间、同一个学校，或是同一个住的附近哈，或是邻近区这样子哈，就是你们的核实距离才会比较拉近啦。好，10 no 是战车，我有看到10。9。那我先知道大概情况是什么了。首先，我先跟你讲我看到的哈。首先，这里告诉我说，你们两个都还是你好了，你很好，哦，并不是因为你不好，这边有个题外话，这边有个题外话，并不是因为你不好，所以没有让这个人拉近给你。你很好，你现在就保持你现在这样子很好，然后等不到爱情，等不到人，很正常哦。但是你的条件上都准备好哦，你的条件上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心里只剩下一种期望跟等待而已，就是这个，你各方面很多都不用特别去改，只是说在你们两个相遇的路上哈，还在整理。如果现在硬是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的话，情况好像不对哦，好像你们现在的生活还没有办法让你们比较多的吻合，比较多的契合。如果现在硬把你们拉在一起，会碰碰撞撞的哈，会跌跌撞撞的，有很多小问题。好像你们的故事线还没发展到，该你们两个遇见的情况。好，而且你们现在就算遇到了，也会有其他的大事情让你们两个没办法专心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好，总之现在遇到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还没有出现哈。各方面就是，这里一个新的讯号是，你们中间需要老朋友牵线。等下，老朋友牵我要看一下让我看一下。5的话，等等哈，看一下笔记怎么暗示我的。有一个5的出现的话，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啊，这是5，这是。我主要是这么说，我刚说需要一个老朋友的帮助，是因为5的后面有6，然后它会有一个施舍的讯号，然后它又让我连接到圣杯6，好，
可是我没办法回避钱币5带来的更强的讯号了哈。因为他又强调了一次哈，你们的距离还很遥远了哈，就变成说除了距离远，然后中间的宇宙东西还没有整理完。但是因为这个5，它突然讯号除了在5之外，它给了我另外2个讯号，就是2个6，圣杯6跟钱币6，所以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你们就会有朋友的牵线，让你们2个在比较近的距离里。也就是说，还要再等一个贵人啦，还要再等一个贵人帮你们突破，就你们自己没办法突破这个状态，需要有一个外力，有一个人来拉近这个距离。所以我刚想了很久，是因为我脑子被3张牌打扰了哈，然后我必须去看一下我的笔记写，有些时候有些记录上的一个顺序，我当时是怎么解释的哈，所以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应该是，就是可能你要等一个贵人，而且这个贵人他甚至有可能是你以前的朋友。以前认识的朋友、以前的同学，在出来的时候跟你见面的时候，然后有可能我打个比方，不一定是，就打个比方，他可能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工作，带你去一个地方玩，然后2个的空间才会比较接近了哈，才比较接近。他带你去一个地方玩，他甚至有可能，比如说你带你去某个地方旅游之后，你就开始特别喜欢那里，然后你就很常去，然后对方也有可能也很常去，或是他就住在那里，然后你们就会遇到，有这种拉近距离的一个概念。好，你大概摸索一下我的比喻了哈。所以还差，我目前看到的是，可能还在整理出整个故事线的发展，让这个贵人出现了哈。我刚真的是被干扰到，所以我要感觉看清楚一下。好，接下来我帮你看一下时间上的话哈，因为现在这个是有一个还没办法整理，就是还在整理出去，我用这个牌来帮你看一下，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开始有一点整个两边的能量的连线才会比较处理完？因为现在它真的是2个独立的空间啦，还在自己的空间里发展，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联系在哪里。我帮你看一下时间，看啊，有的时候要洗比较久，因为我觉得手的感觉没有出来。等等，我刚刚看的是，等一下，好，有些事情还在就是说这个宇宙，如果我们就推个宇宙好了，是吧？宇宙还在整理某些东西哈，但是大概已经整理了7、8成了啦哈，已经快进入尾声了。可是进入尾声之后呢，还需要一些事件点哈，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事件点，有一些别的事件点来去改变这整个空间的变化，有可能是跟你们2个都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哈，但也有可能是他那边的事情发生。但还有一个是，除了整个故事线要慢慢发展到7、8成了啦哈，差不多可以结束了，然后。但是还在等待一个事件，那个事件出来之后，你的贵人可能就出现，或是那个贵人出现就是那一个事件的发生。反正它还有一个点线面的话，有时间线跟那个点还在处理中哈。然后它这个就是它现在还在整理中了哈，还在努力中。你再等一下，还没有那么快。但是我用半年来看的话，大概是加减减的话，来看一下，还要再更久一点哈，半年以上，可能要半年以上，还在。他自己也在摸索啦，还在摸索哈。我看一下，如果你能做的事情啊，第一，除了刚刚这张牌告诉你说你已经很好了，其实对于你自己本质上各方面，你不用特别去改变，因为现在阻挠的不是你的本来的身上有的特质，这个都不是哈。然后你现在所能做的话，可能就是，其实真的不用做什么，不用为这件事做什么。你当然可以更好，因为他这张牌有一个暗示啦哈，就是你还有一个破口可以变更好，但是你不一定需要更好，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想要更好当然可以，但是现在你已经很好了，你不需要再更好，当然你还可以再慢慢的成长了。他的意思说，你现在无论任何的成长，你都对自己很满意了，那这样就好哦，对自己很满意就好，并没有任何提醒要去补的。来，
这个蛮让我在意的，我帮你翻一下哈，你现在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些什么？等，哎，等，你现在就等啦。好，那个力量不在于你，改变现在的状况的力量不在于你，不在于你。好，它在一个你就是说老话一句，就是人生是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了哈，所以你现在就只能等一个契机点的变化哈。目前可以帮你捕捉，就是可能在等一个改变你们两个故事线的一个人出现，然后那个人会创造出一个分界点哈，会让你们有一个，就是说可能会帮你们两个人的路对齐这个人然后你们可能会开始往同一个空间走去。但是还在等哈，现在只能等，没有什么你能做的事情，所以选到2号的朋友可能要需要点耐心了哈，现在距离还算有一点远了哈，好，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哈，他这个占卜，他不一定是说你就只会等到一个人，他只会帮你捕捉到可能就这个人。他往你这里走来的这个线，所以你在遇到他之前，可能会有别的线会发生，所以你不一定要这么沮丧，说这个人好久，没有，不一定是。然后呢，他这里可能在捕捉的是一个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可能符合好几种人，可是他最后要让谁来，不确定，但是他可以捕捉到的是这样子的能量的人会往你这里走来哈。今天这一题我们2号牌我们没有特别去捕捉这个人的个性或什么这个人的性格或什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有点距离，就是他最后会进来你的空间里的，最后选出来是哪一个人，我觉得还言之过早，因为他光是从能量去选择那一个人，我觉得他还没选到，我觉得他还没有，因为他一直在追求说真理嘛，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件事。好，不过通常你要心态要再放，就是说，如果你的性格上或者心态上放得更加的善念，记得更多善念、更多正念的时候，你的能量会吸引到的，就是跟你的正念、善念吻合的一个好物质、好能量会过来哦。好，记得你保持好这个，它最后会推送过来的人，通常都是非常符合你的，也符合你的期待的，会有很多特别的浪漫的事情出现。记得宇宙基本上是属于很多爱跟很多善念的，该有什么人会来你，是你这里准备好的善念跟爱是什么，分配好的哈。好，分配好像有点坏了，就是选择好的，都是你自己的意念影响的哈。好像目前2号的大概就这样，还很远。可能这一题对你来讲，可能有占卜跟没占卜没什么差别，但是，但总是知道有一个在往你这里过来的能量，有在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了，总算是可以有点，就希望你可以多点正量的，一直强调出一叫正念的期待了哈。好，大概今天这个占卜的线就这样，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哈，希望能够让你觉得更乐观期待一点。好，真心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下一段恋情何时来哈？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嘛哈？来，我来帮你捕捉一下你们两个人中间的这个能量的趋势跟走向哈，甚至可以捕捉一下范围跟时间空间的距离跟大小哈。好，来，这个好了。3号的朋友目前看起来是，等一下哈，对方正在
走来你这里的路上，而且没有特别远，应该是说他在走来，他已经跟你对齐了，然后他再走来。那他为什么跟你对齐了？因为他近期，我必须说，他近期可能他在工作上、课业上，或不知道是什么，他的生活上、现实生活，他找到了自己，然后他最近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他正在往那一条路上走，但是那一条路并不是他为了找爱情的那一条路，不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是确定了自己人生应该要往那里走，然后你就刚好在这条路上，那你的角色上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但你在他这条路上，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从哪个方向走来，以方向感来说，你没有那个方向感了，就是你没有要往哪个方向走去，没有这个事，但他那边有，他确定在那边往你这个方向走，然后你在这路上你会遇到他。那我用一张牌来确定一下你们现在距离近还是远呢？好，这个好了，很近了哦，以这张牌给我的最快速的直觉是你们要遇到了，虽然我说要遇到了，但是我心里的觉得是你们可能已经遇到了，甚至我觉得你们可能已经遇到了。也有可能你们甚至已经对彼此有感觉了，只是这个关系上还不是往恋人的方向走，因为中间有蛮多别的东西挡住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你就算看到了，但是中间有很多朋友关系或是什么关系，反正就很多你觉得或他觉得你们不会在一起，就这样，这是初步的一个感受。来，我再帮你翻2张牌来确定一下这张牌到底在给什么。好，你们两个中间，哇！我现在被确定你们两个已经见过了。然后他中间，他旁边有很多朋友，然后也有你看到喜欢他的人，也有。所以在当下你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你。相同的，他也是这么想，因为恶魔牌所代表，恶魔牌其实跟恋人牌是一样的一样的模式，只是内容不同，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公平的、平衡的，没有不偏不倚的。所以你有的情况他也会有，就是说他可能也觉得你应该有别人喜欢，或是他有听到别人喜欢你，所以他觉得你们两个不可能。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在这种空气中的理由产生了一种误解，让你们两个中间出现了一个隐形的墙，让你们两个的距离拉开了。然后我再帮你看一下，我要的题目是用这个好了。我要的题目是，我帮你翻一下了哈。我要想一下我要想问的题目。你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更好的关系的进展吗？就是会更进一步表达彼此的喜欢吗？还是下一次见到的时候，感觉就没有像第一次讲的那么多了，还是会变这边？不知道，我帮你翻。下次没有什么进展呢，下次还在一个探索期，而且我甚至感觉到你们下次就算在见面的时候，还是一大票人一起，还是有别人在中间串哈，所以你们下次还是会维持这个状况，还在一些猜啊、对方啊什么的，还在一个慢慢的不太敢表达太多的一个状况在交流着。如果你今天没有来看牌，或是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管，反正如果你今天没有来看牌，然后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哈。你会跟他一直维持这种互相猜来猜去的情况蛮久的，但是如果有人先开口的话，会打破这个僵局。可是
我感受到的一个讯号是不适合打破这个僵局。以现在来说，你们现在只能维持现在这一个关系。我觉得因为中间卡了太多别的因素，好像现在不适合告白，好像现在也还不适合知道对方的心意，或是他知道你的心意。不知道这边就一直有一个这个讯号，因为这2张牌我必须这么解释。他告诉我保持现状，然后他告诉我真相不明。你们2个的感情还在很初期，还在不熟悉，还在探索。但是权杖一给我的讯号是不成熟，情况还不成熟，时机点还没有出现。这3张这样连点，我就觉得先维持2个人猜测的情况，现在目前来讲是比较安全的。这讯号是这个，然后再帮你看看以时间来讲，近期有没有比较好的进展，或是2个关系的突破时间点？然后帮你捕捉一下。我用3个月，我在心里想的是3个月加加减减，大概有没有机会一样没有以刚刚前面的解释，现在又出现这个的话，意思就是先这样，处在一种动弹不得的状况。他虽然有点动弹不得，有点被锁链牵着这头，对，但他的寓意是先这样，3个月内先这样。来，我再往3个月到6个月之后翻。目前啦，半年内来讲都是先这样，有点像是说处于一种暧昧关系，比较安全，先比较好。因为他有可能突然有一个讯号是，他有可能他那边有他的秘密还没有解决啦，他那边有他自己的秘密还没有解决，他那边有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他的状况有点不太状况，也是有可能不安全啦。所以他这个牌其实都是倾向于你的位置去解释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先这样子就好了先这样子就好，因为他这里有出现的所谓的情况还不明就是这个关系现在能走到这里已经 OK 了，先可以了，但是后面的情况还不明，不知道是什么，先不要再往下迈进那一步，再等一下因为它有可能你再往下付出，再往下耕耘，再往下多期待着什么，你会有一点期待落空会有点没办法得到你要的收获，所以现在就先僵持在这边就可以了来，再看一下1年内。慢慢这一年，我居然不要拉那么长了，就是6个月之后，还是要慢慢走，慢慢理解这个人，因为他好像就是你们这个关系还没有发展还没有要这么急速发展了。虽然前面各方面就是你们2个是，我觉得他是已经见到面了，已经认识，他现在是你认识的人里面之一有感觉的人之一，然后只是说，我先说，他这张牌告诉我的是说，你还不太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喜欢，他也没有在表达出来然后他这边有一个讯号是，你可能想错人了，就是我们刚前面看的这个，你想错人，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还在，这里有一个秘密感，他还在找，就是说还没找到你，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们刚刚前面的你在想的那个人，可是其实牌在讲的是另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然后有这个讯号啦但是我必须提醒如果是这个讯号的话，那刚前面说你有喜欢某个人，你对他有感觉，那你想的一定是那个人嘛？但他这边有个讯号说好像不是这个人，所以他这里有一个讯号说你可能漏电了，你吸引到另外一个你不知道的人，所以这里有别的人的讯号有出现，因为他这里突然
就这个牌出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觉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角色在后面躲起来要出现就不是那个人哈。我只能说也有可能是这样了哈。然后我们回到你刚刚想的那个人的话，他另外一个讯号是说，那个人有些事情你还没有探索完，你还没有太理解，你还不知道，所以还要再等着看一下。好，不过最多的讯号还是你们就算彼此对彼此有感觉，但是还在一起的时机还没到，请你再等一等哈。请你再等一等，因为这个里面不安全牌实在太多了，我直接老实说，不安全牌太多了。来，帮你翻一下，这个好了，这个帮你偷偷翻看看有没有在讲说，你们两个如果现在就在一起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需要，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的关系硬凑了哈，或是告白了，或是什么，现在在一起的话，整个能量的情况会是什么？哦，好，首先呢，就是到手的东西会飞掉，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呢，付出没有得到回馈哈。第三个呢，你找不到真正你该听的意见哈。就是说，也有可能别人跟你说不行，然后你也听不进去，也有可能哈。然后不是说这个人不对，而是说时机不对。好，这里有好几个讯号都说有想要硬凹，就说如果你现在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现在如果就告白，一定要这个人，就说这关系是一种被强迫的，有点强迫的哈，你硬凹了要在一起，然后很多该有的，你未来该有的礼物跟馈赠，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时间点在对的时候在一起，该得到的东西都会不见，会跑掉，好，会跑掉。所以现在时机点还是不对的了哈。然后挑战会变多，要处理的事情会变多。总之时间点还是不对了哈，反而需要很多人的提醒，但是其实听不到，你听不到。不管怎么讲了，就现在时机点不对了，要再等了，继续再等了，好，不过我重新回忆一下刚前面的，我觉得牌子的提醒主要还是因为他那边的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啦，感觉是出现了，但是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发展，以现在来说，但是他那边整理完之后，才会有比较平顺的状态出现，因为这里有很多关于好事情要发生的牌，都有不稳定的讯号出现。也就是说，以现在你看到这张牌的时机点来说，都是时间点不对、不好的状态。好，那再帮你看一下，除了等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你能做的？没有啦，第一张牌就告诉你说就等啦，慢慢等就有结果了。然后，好，又来了。好啦，这个我们就不解释，因为他已经都讲过，就是现在这个时机点就只能这样了哈。你是有感觉，有强烈感觉，但是先这样就只能这样。好，你能做什么？第一就等，因为还在以时间来说，还在慢慢的建构你们的故事，还在走。然后想法放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简单一点。你先过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你们两个会在一起，或是关系变好的门是已经打开了，通道也是已经打开了，还在往那边走。只是我说一下，不是往那边走，而是门打开了，只是还没有要进去的时间，还没有要走进去哈。有些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他那边还在处理，他那边还在处理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我就不追究了哈。只能说他那边还很复杂，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他跟你的关系现在就处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再一个好了，我插一个讯号。好吧，这个牌就出来了。这个讯号跟我刚想的一样哈，就是我刚刚有接收到一个讯号，就是他那边现在有他的朋友在帮他处理，还在他那边就是说我讲的白话一点，他那边有事情很乱啦，可是他那边有朋友在帮他处理，他现在是需要朋友帮他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那边整理完之后，你们才适合在一起啦。现在如果你再进去的话，你会进入谈了一些浑水了，就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会扯到你身上，所以现在还不需要。那他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说他现在有些事情还在跟别人处理，就是他现在那边的气场或各方面都还很混沌，还不适合连接你们两个。那你们两个最近会遇到，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碰巧被你们遇到了啦，所以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坏能量出现，所以恶魔牌才会出来那么多。你们有感觉遇到了，可是整个空间跟能量宇宙，它并没有支持你们两个现在马上要在一起，一直有很多的阻挡牌，还有叫你停滞下来的牌，然后有很多提醒说幸福并不在现在然后你们两个遇到了，我觉得比较不像能量有控制到让你们遇到了，比较是你们就不小心遇到了，可是它就不是就是所以才会有一些很畸形的讯号出现啦，才会恶魔牌这么多，它那个连锁扣住了的状态是不健康的，所以你再等一下它可能要在后面才会让你们有健康的状态里面，才会有那么讯号才会相遇了你再等等看，因为后面的故事还没有发展完你再等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这只是你跟他的这条故事线当然这段时间你还可以发展你自己别的爱情故事线不要只专心等这个人还是有别的事情会发生，只是今天预测的是这一条线了好。就这样希望你想的那一个人，就是我们预测的那个人这样你比较好捕捉整个情况总之就是等啦，这样你等待的牌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等待诠释都有，所以就先等，现在跟这个人不适合好，就这样咯，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个更开放的期待啦正念一点，思维再更正向一点就这样咯，希望我帮到你祝福你，谢谢你来听。